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，你就是人间萤火，一路逆风飞翔。生活就像一场无止境的流浪，新患旧伤，我却更坚强，一路逆风飞翔。时光追溯到2013年，从农村走出来的女演员赵丽颖，正经历娱乐圈每逢新星诞生便要历经的天劫，全网黑。那个时候的她，连喝水都会挨骂。一波又一波的负面舆论接踵而来的时候，赵丽颖并未做出回应。只是时光境迁，如今的她成为了影视奖杯收割机，无上荣光。赵丽颖的美丽是经过生活洗礼而成就的修养与智慧，就像秋天里弥漫的果香一样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10几年演艺生涯，7年都是配角。她是拍摄片场的拼命三娘，从不轻易说不，只是淡淡笑着去接受一个又一个挑战，最后呈现出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影视作品。古装剧新《还珠格格》刚播出就非议不断，嘲笑经典难以超越。剧中主演们个个都是俊男美女，皆难逃被吐槽的命运。而这个时候饰演晴格格的赵丽颖，却以她清新脱俗的演技打开了一条生路，大家开始把视线放在了这个龙套女孩身上。女星演反派实在是极具风险的事情，演得不好就会被吐槽演技，演得逼真就很容易上升到个人。正值全网黑的赵丽颖当时全然不顾这些，毅然在电影《宫锁沉香》中把角色琉璃演到淋漓尽致，火候正当时。从赵丽颖的身上，我们真的可以相信黑到极致必然红。她在黑到鼎盛的时候，没有公关，没有自黑，只是接着拍戏，不断打磨自己。等到她的演技有了跨越式的进步，她也已真正走出了被黑的魔咒圈，进而用角色证明了自己。可悲的是，那些网络喷子见风向不对，又去别的明星地盘上兴风作浪了。有人说赵丽颖是知世故而不世故，从农村出来走到千万人面前，她已经吃过了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没吃过的苦，历了一般人一辈子也无法到达的完美蜕变。她从懵懂无知到坚韧果敢，一步一步大家看不到机关算尽，步步为营，看到的都是配角的努力。天才且无量，专注于用作品说话。如果说作品还不能让观众真正迷恋上他，那么在现实里随遇而安、博冠而约取、厚积而薄发的人格魅力，就真正毫无保留地让大家沦陷。《杉杉来了》里的女主薛杉杉刚刚定下赵丽颖的时候，大家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后期由赵丽颖饰演的薛杉杉呆萌小吃货的形象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无形之中俘获了大批观众路人转粉，一波一波的热搜冲上热门，网上热议的话题也成就了无数优秀的动漫画家，他们都开始潜心研究薛杉杉呆萌人物的创作，之后便随处可见薛杉杉的动漫头像。她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女神。仙侠剧《花千骨》成为中国首部网络播放总量突破200亿的电视剧。花千骨的角色被赵丽颖演绎的实在是完美，角色前后反差极大，真正做到了震撼观者之心。其间无实物表演吃包子也是饱受好评。然而她数之不尽让人称赞的地方里，除了败不馁，还有那一份淡然。荣誉过去就过去了，眼下更重要的还是当下的作品。那种随时丢下苦恼放下骄傲的态度，如何能让人不喜欢呢？人人都以为赵丽颖心态好，不计较。可是一个用眼睛去演戏的演员，怎么会感受不到自己心里的苦痛呢？她的计较和报复全部展现在她的作品，越是黑她，越要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优秀。大多和她拍过戏的艺人都称赞她的演技，观众也惊叹她纯真之中那日渐老道的演技。说赵丽颖不在意的，只是她把眼泪流进了心里罢了。赵丽颖在饰演女儿国国王的时候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戒律清规，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紧相随的满腹痴情，
让多少人流泪。冯绍峰饰演的唐僧披上袈裟，远赴取西经路上，电影里的冯绍峰爱众生和爱一个人没有区别，而生活里的冯绍峰爱赵丽颖胜过爱所有人。用二人名字组成了一个新成语“捕风捉影”。原成语“捕风捉影”比喻说话做事用似是而非的迹象做根据，现捕风捉影指想要收获爱情，需从同事、同行中下手。当然，这只是网友们的调侃，但二人的结合的确惊起了娱乐圈的大浪潮。毕竟赵丽颖为人低调，鲜少有绯闻传出，一直都在兢兢业业拍戏。而冯绍峰过往情史丰富，甚至在二人婚后依旧有绯闻传出，大家都很迷惑为什么两人会在一起。冯绍峰曾在综艺节目中袒露，他最欣赏赵丽颖的就是她的洒脱，对一些决策决定思路十分清晰，目标非常明确，而大多时候自己却十分犹豫，拿不定主意。曾经他灰头土脸，出演了一个接一个的丫鬟、女儿、妹妹等小角色，没有背景，不是科班出身，娱乐圈的热闹和斑斓里没有他的一寸的立足之处。他愣是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了剧本，演出了大女主的风范。他在《陆贞传奇》里演绎一代女香绝处逢生，宫闱密斗中步步为营，谁解女香梦，别样巾帼情。他在《花千骨》里是机灵善良的小骨，六界苍生生死一粟，为爱执着沉梦千年，唯愿褪去千年仙骨，换你一日盛开。他是青云志清澈灵秀的碧瑶，叹天地悠悠，铃铛烟百花凋，尾盛痴狂，踏过千年只为共谱仙魔之恋。他是楚乔传里的救世主，冷月生，引四方暗冲，楚歌起，动十面埋伏，剑已出鞘，楚乔带你们回家。她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娇俏小娘子明兰，最美红颜逆境绽放，不负少年心。明媚女子阴差阳错，惊艳了岁月。那些曾经伤过我们的地方，都会变成最坚硬的地方。而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呢？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叛和不善，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。那些杀不死我们的，终将使我们更强大。这是赵丽颖告诉我们的。谢允的深情，只有周匪懂。有匪胜利收官。这部由赵丽颖和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古装武侠剧，讲述了少女周匪和青年谢允杀的煞、平叛乱、擒敌王、救流民，一路砥砺成长，仗剑天涯的传奇故事。有匪开播，首日播放量就轻松破亿，整体播放量高达42.2亿加，在各大榜单中排行第一，可喜可贺啊！因为喜爱赵丽颖和王一博，所以从预告就开始关注，早早搬好小板凳，坐等开播。一路看下去，有点失望，不得不承认这部剧确实不咋地，情节老套，拖拖沓沓，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的场面太少了，吸引度不高。各派武林高手为了争夺那个谁都讲不清楚的海天一色，拼了个你死我活。不是在树林里相遇，一言不合大打出手，就是在小镇上相遇，一言不合大打出手。剧本剧情太露了，看得真让人无语，像过家家似的。有些剧情傻就算了，还幼稚得要命，实在引不起共鸣。服道化和情节是那么似曾相识，我一边看一边疑惑，这简直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天龙八部》、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合体吗？70、80年代的时候，电影电视评级，金庸、古龙的影视横空出世，一瞬间迷到所有人，人人向往武林世界，人人都想当武侠高手，更热衷打群架。现在再回头复看这些剧，只觉得这是在误导大家，只要拳头够硬，刀剑够精，就可以掠夺你想要的一切。我是一直没搞明白江湖人所谓的侠义、道义到底在哪里，更一直有个想破天也没想明白的问题：他们的银子到底从哪来？双引号，男不更，女不织的。哎呀，扯远了，都回来，都回来。
话说这部剧的情节线有多寡淡，爱情线就有多浓热。我想，这42亿加的播放量，有40亿都是冲住这条爱情线去的吧？我也是。有匪这部剧男女主之间的感情戏占据了大篇幅，谢允和周匪明戳戳暗戳戳的四处撒糖，甜得我全场带住慈祥的微笑细细看住他们俩，真香啊！周匪的傲娇，第一次有心上人的羞涩和矜持，像极姑娘家谈恋爱，面对小伙的穷打猛追，心里头早已经暖成一滩稀泥，脸面上却一副傲娇和矜持的样子。谢允的俏皮，那一抬眼一挑眉间，一副俺媳妇说啥就是啥的欠欠的怂怂的狗腿样，让人忍俊不禁。赵丽颖和王一博的演绎确实恰到好处，能够诠释人物角色的内心和性格特征，把人物塑造得非常完美。特别是王一博，真的把谢允演活了，细腻入微的表情拿捏得很棒，各种逗周匪的小动作、小表情层出不穷，五花八门，逗得阿匪既高兴又无奈，超级搞笑。但也仅限阿匪，对其他人是严肃又认真。他的油腔滑调，他的撒娇卖萌，他的深情款款都给了周匪。我这个人既不想文成，也不愿武就，就想给媳妇儿做个簪花梳头的男丫鬟。双引号，阿匪，今日暂别，20年后我仍去找你，要一言为定啊！双引号，我希望你能百岁无忧，江湖来去，一生自由。我何其有幸，能在这乱世之间，万人之中遇上了你。双引号，一字一句，一往情深，生生看哭了我。谢允是一个让人特别心疼的人，他的人生充满了艰难坎坷，从小就经历了家破人亡，背负住太多负担和责任，不能随自己的心愿自由生活。他渴望有人能够把他当成家人，能够一直陪伴他，与他不离不弃。幸好谢梅梅遇到了周匪，一个简单通透、心思至纯的女子，从此有了陪伴的家人与治愈的爱人。又幸好阿匪遇到了谢允，从此一个倔强又善良、好强又孤僻的女子绽放出笑容，变得活泼开朗起来，从此动了心，动了情，并许下今生只许一人，只要他是谢允就够了的誓言。经过生死的洗礼，才能相伴终生。允匪之间还是要纠缠到白发苍苍，满脸皱纹，一个举不起刀，一个跳不上墙，一个打不动，一个逃不走，如此终局甚好。一部剧的成功不光靠演员，更大程度取决于编剧和导演。有匪这部剧的演员其实很不错，演技线上，表情也到位，就是编的平庸，导的平庸，连带住剪辑有问题，导致口碑两极分化。不过后期慢慢步入正轨，越来越吸引人了。在牙疼和甜枣之间迎来了51集大结局，叹一句，爱真上头。最后想说一句，你们喜不喜欢有匪不紧要，我只管抱走我的想得开居士和水草精。